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今天的内容是比较一下阿罗拉和关东地区神奇宝贝的差异。由于关东地区的神奇宝贝大家一般都比较熟知，所以在本视频里会更加侧重对阿罗拉地区神奇宝贝的描述。首先第一个对比就是关于液氮树的了。阿罗拉地区的液氮树平均身高10.9米，而关东地区的液氮树平均身高则只有2米，这就是典型的巨人和一般巨人之间的对比啊。另外，阿罗拉地区的液氮树是草系和农系的，这个对于农系的爱好者来说，收服它们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其实它们看风景绝对别有一番意境。第二个，嘎啦嘎啦，关东地区的嘎啦嘎啦身体大部分为深褐色，而阿罗拉地区的嘎啦嘎啦身上大部分则是黑色。而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，据说是因为在阿罗拉地区栖息着它们很多草系神奇宝贝天敌，环境对于它们来说变得非常严酷，因此为了生活下去，它们便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模样。属性上，阿罗拉地区的嘎啦嘎啦是火系和幽灵系的，而关东地区的嘎啦嘎啦则只是单纯的地面系。第三个，穿山鼠和穿山王。关东地区的穿山鼠由于经常挖洞，它们的肤色大部分是黄色的，而阿罗拉地区的穿山鼠，它们的身上则覆盖着冰一样的外壳。虽然防御力变强了，但身体的柔韧性就变差了很多，无法像关东地区的穿山鼠一样自由地蜷缩身体。忘记说了，你看了阿罗拉地区穿山鼠的样子，你就应该已经可以猜到它们的属性不再是地面系的，而是变成冰系和钢系了。另外，它的进化型穿山王形态也是发生了差不多的变化，我也不再讲了。第四个，小拉达和拉达。关东地区的小拉达和拉达大家都已经见过很多次了，外表非常平常，而阿罗拉地区的小拉达和拉达据说是因为营养太好了，所以长得非常健壮。健壮其实没啥毛病，最关键的还是肤色，这黑色的体色像极了现实生活中的老鼠，因此着实让人喜欢不起来啊。第五个，地鼠和三地鼠。关于地鼠和三地鼠，关东地区和阿罗拉地区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异，最大的不同就是阿罗拉地区的地鼠和三地鼠有头发了。不对，是胡子。说实在的，阿罗拉地区的三地鼠就是像个贵妇一样，我还是更喜欢朴实的关东地区的三地鼠啊，你们觉得呢？第六个，喵喵和猫老大，这个就有很大的差距了。阿罗拉地区的喵喵是恶属性的，它们全身几乎都是灰色，脸上胡子也有些弯曲。阿罗拉地区的猫老大也是一样恶属性，它们的脸部会变得非常臃肿，额头上的珠子会变成蓝色。另外，性情方面，阿罗拉地区的猫老大蔑视除自己以外的一切存在，喜欢一些卑劣无耻的战法，这就很不让人喜欢了。第七个，臭泥和臭臭泥。阿罗拉地区的臭泥和臭臭泥，它们身上肤色会变得非常艳丽，然而大家都知道的，越艳的蘑菇越有毒，所以阿罗拉地区的臭泥和臭臭泥，它们产生的毒素要比关东地区的要更加厉害一些。而至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官方也给出了解释啊，理由是随着阿罗拉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加，垃圾问题也是日益严重，因此人们把臭泥从其他地方给带了过来，随着臭泥的主食变成垃圾，因此它们改变了体质，样子也发生了变化。第八个，六尾和九尾。关东地区的六尾和九尾都是火系的，而阿罗拉地区的六尾是冰系，九尾则是冰系和妖精系。无论是关东地区还是阿罗拉地区，六尾和九尾都设计得非常高贵优雅。由于我本人更喜欢白色，因此我更喜欢阿罗拉地区的一些。第九个，小泉石、浓浓石和浓浓岩。关东地区的小泉石全身都是灰色的，阿罗拉地区的小泉石则是深灰色，而且头顶还多了几根黑色铁条，就连眉毛也变成黑色铁。按照这个进化趋势走下去，阿罗拉地区的浓浓石和浓浓岩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。另外，为了应对阿罗拉地区众多的水系神奇宝贝，所以阿罗拉地区的小泉石、浓浓石和浓浓岩不仅有岩石系的属性，而且还有电系的附加属性。最后一个，雷丘。关东地区的雷丘大家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了，这里也不说了。阿罗拉地区的雷丘体色为深褐色，体态会变得相对圆润一些，最重要的是尾巴的形状变得很圆滑，这时的雷丘可以踩上去当做冲浪板。当然最大的改变还是属性方面了，关东地区的雷丘是纯电系的，而阿罗拉地区的雷丘还多了超能力的属性，这个改变我觉得非常棒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